小兔崽子。师娘。 哎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你在哪儿找着的？小罗，哎，孩子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有些事啊，就让它过去吧，行吗？ 你和苏英有空的时候就常回来看看，啊。还有，注意安全。有了结果，告诉我一声，行吧？ 我怀疑这张纸条应该是餐厅的菜单上，或者是宣传页上撕下来的。罗队，多久了？至少12年。12年。哎，青城这么大，又过了这么久，中间改名换姓、关门倒闭的餐厅肯定少不了。马克，咱怎么查？我不管你怎么查了。 如果这家餐厅关门了，我要知道当年他的老板叫什么；改名呢，我得知道他现在叫什么；搬家了，我要知道他现在搬的那条街叫什么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找得到也好，找不到也好，我必须知道这张纸指向的到底是哪里。 你没事吧？怎么那么久？哎呀，回来就好，没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。啊！我刚一出地下停车场，直接把我拦到路口了。你说，咱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？让拍卖会那帮人发现了？我看不像。喂，你想啊，如果他们把我们当雷子的话，他就应该及时转移啊，而不是拦着我跟我动手啊，这太明目张胆了。也是。跟我交手的时候啊，我看见一个小子手上拿了一个双刃刀片，这应该是我的同行。同行？嗯。难道是先生？不会是先生吧？先生不可能知道拍卖会就在这酒店呀。啊，如果真是他的话，那他下手更狠呐，就不会这样了。这绝对是个高手，只划了我衣服的一层。这是一种警告，告诉我们别趟这个浑水。警告？可是谁会来给我们这个警告呢？哎，小叶。来，罗队。现在这个地方叫金谷老味道是吧？你再核实一下。嗯，基本确定。我们已经跟工商管理局、商标注册中心以及街道办事处都联系过。这家餐厅在12年前叫金谷好味道。
现在改名叫做金谷老味道。虽然名字变了，但是它的注册地址一直没有变过。而且这家店当年的产品 logo、产品信息以及它的菜单样子和您提供的线索也都基本吻合。好，明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。你好，几位？你好，几位？想找你们老板了解点情况。哦，老板是吗？在这边，我带您过去。老板，这位警官找您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您找我？哎，跟您了解点情况啊。警察呀？啊。我们店可一直是守法经营的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别紧张啊。你们店金谷老味道，一直叫这名吗？那不是，我们店以前叫金谷好味道。什么时候改的？啊，改了有3年了。有3年了。哦。这店址是一直在这儿是吗？啊，那是，我这10多年老店了，一直就在这儿。您也一直在这儿？我们家开的嘛。哦，行。给您看看照片啊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么模糊，这是啥？你放大。你这好像是我们家以前菜单啊。你确定吗？那你看呢？谷好味，缺个金道嘛。对，我们家以前菜单。你觉得这菜单得什么时候的菜？10来年了有吧？10来年。以前是这种，顾客可以自己在上面手写的。现在换那种按码器的了。哦。您这是之前来过我们店啊？我想打听一下这个10来年前的事儿，确切的说是12年前，2007年6月12号，夏天。哎，那天，你们家这店，你觉得发生过什么让你记忆犹新的事吗？哎呦，您这10多年前的事儿了，您这今儿个突然可丁可卯哪天哪月的？对，我没印象，确实没印象啊。我再给你看看照片啊。12年前，刚才我说的这一天，这个人，你见过？你放心啊，不用紧张他不是坏人，跟我一样也警察。啊，警察是吧？好像有这么档子事儿。那段时候好像是有个警察来过我们店了，但他长得是不是这个样？你说，我真想不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不看这张脸如果你记得2007年6月12号确实有这么一个警察来找过你，你跟我讲讲，当时什么情况？他当时，这两天店里头没啥情况啊？没啥情况要说有啥异常，那也就是前2天。我这有一桌客人起了点小争执。咋有人报警了？那什么样的客人呢？就仨老爷们儿，就坐您身后那桌。这本来吃得好聊得好的，你没成想，那位就拿那茶水杯子，哗就给人周对面那脸上了。当时那仨人呢，就坐这桌。你刚才说，那仨人，对，有仨人，就坐在这儿，一个这儿，一个这儿，还有一个就坐这儿。当时就这么个位置。这仨你认识吗？那不认识。不过被泼这哥们儿我有点印象，因为他那几天他总来，下午4、5点钟吧，往那儿一坐，有时要俩菜，有时要壶茶的，一坐1个来钟头。找他聊天呢，有点爱答不理的，所以我对他有点印象。另外那2个，真的是见都没见过。你说被泼这人是坐在这儿？对，就这儿。你还有点印象，到什么程度？长什么样能说出来？这说不来了，10多年了。
小朋友跟紧点啊，手拉手。这附近有小学？哦，人民路小学，前边拐个弯就到，不远。哎，卢队，怎么了？之前我让你查他的履历，小学在哪儿上的？不是，说是谁呀？我装进去。查后查，你稍等一下啊。人民路小学。这些事你都告诉之前那个警察了？差不多吧。他做什么？他当时问我的，好像跟你问的也差不多。他问这仨人长啥样、啥特征的。我正跟他说着的时候，哎，街对面就有一哥们很像是被泼那个，我就跟警察说了，哎，警察同志，我瞅那个，很像是被泼那哥们儿。哪个？就那个穿黑衬衫、半截袖那个。他去街对面去追他。对。追上了吗？追没追上他我不知道。啊，他出门之前啊，他朝我吼了一嗓子，我记着。你把这前几天那录像视频你拷贝给我啊，然后回头来拿去。哦。12年前你们家就装监控？哎，我们家安的挺早的。给他了吗？我那天我还专门找人给刻的盘了呢，但是他没来取。这张盘在哪？这盘我可没扔啊。但你说放哪儿了？哎，你见笑啊，我这人有点恋旧，这都是这些年开店淘汰下来用不着的玩意儿，扔吧又不舍得。你估计是把这张碟放到什么地方里边了？一黑色光盘包，以前市面上很常见的那种，好多盘子里边。我帮你一块儿找。啊，成。哎，哦，不是。放哪儿了？我这是。老板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来，赶紧找他那张盘。哎，我多少年藏品你不知道？啊，日本的，韩国的。哎，你不得不说啊，这玩意儿还真就是人外国人拍的好。行，来，赶紧办正事。啊，你翻那半边。这盘的封面是什么呀？就是那种光板。我特意找那个，不是这个。我特意使那个记号笔，我给他画了个 A 做记号的。你翻那半边。没有。没有。你把仓库封一下，谁也别让进了。下午我再让我同事过来搜一下。还要搜啊？有问题吗？啊，没事，我配合。小刘，哎，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让你慢着点。对不起，你差点把人警察同志给撞了，你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我走了，没事。哎，我不该当车牌的，我别动。你这个哪儿来的？仓库顺手拿了一张。
罗队，罗队，您这光盘哪儿弄的呀？我心说啊，我尽力了，划伤的这么厉害，我只能读取这么几秒，要不您先凑合看一下。导出一帧，我都谢谢你。这是抓药摆吧？这不丁正火吗？还真是的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瞅那个，很像是被泼那哥们儿，就那个穿黑衬衫、半截袖那个。
喂。您好，您拨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气力不错，很稳，跟你爸学的。小时候他教过我，后来长大了在网上学的。你下棋也很像你爸，总是喜欢以守为攻，就等着我露出破绽来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爸说了，这叫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嗯。孟德，都准备好了？哦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拍卖会的信息我已经重新上传了，徐大哥，你替我一个哥们儿，肯定没问题。酒店的图纸你弄到了吗？弄到了，还按你的要求全部给你准备好了。哦，这原来通到这儿啊！我看看。啊，今天我们去踩了个点儿，酒店的顶层和那个展厅已经被人包了。这工作人员说呀，这儿开一个什么假面舞会啊？对。所以呢，房间就不再预定了。对，安保也非常严密。我觉得，暗流的拍卖会现场就在这儿。暗流的拍卖会啊，都是无实物的，拍卖地点和取货地点那是分开的。你们只有拍中了藏品，才会被允许离开，然后蒙着眼睛去取货地点取货。所以你们能进入会场，只是成功的第一步。你说的没错，以后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。我想我和文杰进去以后的第一步，就是根据拍卖方提供的名单，确定洛神的拍卖顺序。第二步，等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后，迅速锁定前2个拍品，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拿下。230万，230万，3次。投石问路，聪明。既然我们不知道放洛神的地方在哪儿，我们就让主办方带着我们去找他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去拿拍卖品，我呢找个理由留在酒店，对你进行定位。不过要走到这一步，还需要老戴你提供特殊的工具。
暗流的人那么小心，我想一般的电子定位器肯定进不去。早就准备好了。陶瓷定位仪、暗流注册的手机、微型对讲和耳机以及其他工具都在这儿呢。嘿，可是我们到时候怎么才能从他们的监视下离开呢？有这张图纸，你还怕逃不出去呀？那可不一定啊，最后这一步很难啊。我以前啊去过放藏品的地方，因为跟他们熟，没有蒙面。别墅的前后啊全是红外扫描仪，保安24小时值班，4班倒。而且每一个藏品都有单独的保险箱。保险箱是什么样的？电子式的。验证通过。指纹和机械所结合的那种。到时候我们要分工合作。房间内的这种保险箱啊，一般都有应急预案，只有切断电源，破坏它的核心锁区，这样才能让它只剩下最后的机械开锁功能。我们到底能走到哪一步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罗队，你这大半夜的把我叫出来，到底想问什么事儿啊？有点新发现，找你求证一下。听上火呀，你背后这个局挺大呀。先是针对廖德同。然后是李淑婷偷月神之泪，再然后是李安福出现，你们想干嘛呀？罗队，咱可得说清楚，廖德同的事儿我可以认，李淑婷我都不认识，月神之泪我就是个中间人，让苍蝇做了掌纹而已。那什么安福，我就更不认识了。那要按您说的，这可是个大局啊！我还知道这么多，那怎么我还会在这儿跟你聊天呢？那就说说洛神。罗队长是真会开玩笑，我在牢里也是看过新闻的。洛神跟着庄耀柏掉进了江里，那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呢？假的呀，现在文物赝品可多了。假的，那为什么你背后这位先生这么拼命想要得到他呢？罗队，你把我说懵了，什么先生啊？我真不知道。我再问个地儿，好味道餐厅有印象吗？12年前案发前，你们3个人在那儿待过，有个人谁啊？你说这个我不大明白啊。都这时候你还在那儿装什么糊涂，藏着掖着呀？他许你什么好处了呀？还是说你有什么把柄攥人手里了？啊？你说的到底是谁呀？
行啊，接着装啊。看看，背对这个，谁呀？这就是一个背影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先生啊。行，别在这儿装糊涂了，我已经得到我要的答案了。大哥，没事，你以后常到我这儿来啊。辛苦了，拿着。大哥呀，你骂我呢？这一次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这是应该的。拿着，帮忙是一定要帮的，钱绝对不能收。你当年救命之恩我都没报呢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12年前我卖赝品犯了事儿，要不是你借给我200万救了我的命啊，那我就死了。报恩都没报，我要什么钱呢？哎呀，兄弟啊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也不行，不提咱俩也不能干钱的事儿。不行，你给我传回去。拿着，大哥，你这使不得呀！哎呀，哦，文杰，我送你回家，我送你回家。丁生火给你那钱，你用来救戴梦得了。后悔吗？我救了一个兄弟，没了一个兄弟。我到今天，我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。哎，反正我这条命是欠你爸的，就是拼死这条老命，我也会还他的。不用你还，让先生来还。所以我觉得，12年前的洛神，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主导的，先生。丁生火承认第3个人就是先生了。那他没有，但是我从他的反应当中，我判断出来，应该就是他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青潭酒店这个信息，我觉得是有人在提示我们警方要特别注意，所以我们真的应该上点心。老队，洛神12年前就被毁了，信息上突然说这幅画出现了，我觉得不靠谱。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扰乱我们侦查的方向？有这可能。老队，你不是去酒店看过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最近是有人在这个顶层给包下来了，要开个舞会。这个信息会不会有点太牵强了？一个舞会。老姐，一个用网络伪装基站发出来的信息，你认为它的可信度有多高？我师父说过，再小的线索都不能放过，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去一趟青潭酒店。啊？今天？哎，今天要开走4案表彰会，咱们支队获了个集体3等功，赵局说了，谁都不能缺席，尤其是你。文杰，一个人在这发呆干嘛呢？啊，我想事儿呢。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庄文杰对这事儿还挺上心的，自己在这想着怎么过节呢。哎，这样，我再回宿舍叫几个女同学，更热闹一点，行吗？
行。那我先回去化妆了，那咱们待会儿就在这儿见，行吗？好。拜拜。这样啊，兄弟，我也是有必要稍微回去捯饬一下，过会儿在这儿见。去吧，走了啊。喂。拍卖会来消息了。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秋日的窗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选光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光坠落停滞不前，自如篡改的汽笛钟摆低垂，指向灰暗的空间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界。